当美国、中国都在争夺火箭技术、发射能力和太空基础设施时，一个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小国，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它没有大型火箭，没有发射基地，没有想成为下一个 NASA， 但它正在进入一个2035年预计达到 1.8 万亿美元规模的新产业。这个国家就是新加坡。那么问题来了，不造火箭的新加坡，凭什么认为自己也能从太空经济中赚到钱？答案可能藏在一个很多人忽略的领域——下游服务。过去几十年，人们对太空产业的想象非常简单，太空竞争等于火箭竞争，谁拥有更强大的运载火箭、更先进的航天器、更大的发射能力，谁就掌握太空话语权。所以全球航天产业长期集中在少数大国手中。但是，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太空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未来真正商业化的市场，并不仅仅是如何把东西送上天，更重要的是送上天以后，如何创造价值。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2023年全球太空经济规模约为6300亿美元，而到了2035年预计将达到 1.8 万亿美元。其中增长最快的领域，恰恰不是火箭发射，而是下游服务。具体来说，增长最迅猛的包括：第一，卫星数据服务。未来卫星每天产生海量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应用于海洋监测、气候预测、农业管理、城市规划、航运优化。真正有价值的，不只是卫星拍摄的图片，而是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把数据转化成商业决策。第二，地面系统和软件。每一颗卫星背后都需要数据接收系统、网络安全、软件平台、云计算能力。这些领域更加接近数字经济，也更加接近新加坡的强项。第三，商业服务生态。太空产业同样需要金融投资、保险服务、风险管理和国际合作平台，而这些恰恰都是新加坡长期积累的优势。如果看传统航天竞争，新加坡其实没有任何优势，没有广阔的无人区建设大型发射基地，没有大规模的重工业制造体系，也没有巨型航天产业链。如果选择和超级大国在火箭领域正面竞争，新加坡几乎没有胜算。所以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避开最昂贵的资本竞争，进入价值更高的服务环节。这其实和新加坡过去的发展模式如出一辙。新加坡没有全球最大的港口吞吐量，但它打造了全球最重要的港口枢纽之一。它没有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但打造了世界级的航空连接中心。它没有最多的人口，但打造了亚洲金融中心。今天的太空经济也是如此。新加坡航空航天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周辉阳说得很直白，新加坡目前无意进入深空探索，也不做火箭发射器和发射场，更多专注通信卫星和小卫星领域，以及航天应用与服务。新加坡太空经济的战略非常清晰，专攻亚太区下游服务、地面系统、软件工程、卫星数据处理，以及专项科技研究，不涉足重型太空制造或境内发射场。新加坡想做的，不是成为火箭制造商，而是成为连接太空技术、资本和商业应用的平台。新加坡进入太空经济，并不是突然起步，背后是一套长期积累的产业生态。目前，新加坡已经拥有近70家太空相关企业，领域专才超过2000人。全球10大卫星通信服务供应商中，有6家在新加坡设点。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已经发射了超过30颗卫星，涵盖研究、地球观测和通信等任务。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持续投入。2025年，新加坡国家航天局的太空科技发展计划 STDP 已投资超过2亿新元，支持大学研究、原型验证和初创企业创建。本地机构申请的太空相关专利已有14项。具体来看，新加坡的太空生态有几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案例，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林育仁的量子研究成果，就成功衍生出了初创公司 Spectral， 致力于研发并发射安全通信卫星。
在未来的数字世界中，信息安全是金融交易、政府通信与企业数据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而量子密钥分发被视为下一代安全通信的核心技术。这个案例完美体现了新加坡从高校科研、技术突破到商业孵化，再到走向全球市场的完整创新链条。另一个令人瞩目的探索来自南洋理工大学文永刚教授领导的团队，他们正在利用配备人工智能的试验卫星，尝试创建天基数据中心。传统的模式是卫星收集数据后直接传回地面进行分析，而未来的趋势则是卫星直接在轨利用 AI 进行数据处理。这意味着太空基础设施正从单纯的数据采集工具升级为天基智能计算平台。对于新加坡而言，人工智能、芯片设计、数据中心和软件工程本就是其强项优势，因此太空经济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而是能与新加坡的 AI 产业、半导体产业、通信产业和金融产业实现深度绑定与相互赋能。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合作，第2届新加坡航天峰会将于2027年2月25日至26日在滨海湾金沙举行，主题是连接新太空经济。这个主题非常符合新加坡的定位，因为它关注的不是谁拥有最大的火箭，而是谁能够连接政府机构、航天企业、投资资本、科研团队和商业用户。主办方 Xperia Events 总裁陆泽南说，我们将精心安排与亚细安和区域领导人的会议，让政府官员、航天机构首长、贸易买家与终端用户聚在一起，就区域合作契机展开对话。新加坡是2027年亚细安轮值主席国，航天峰会正好对应这个契机，争取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与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平台。首届峰会已经吸引了超过2000名参与者，300家机构和20个国家航天机构。下一届的展场和新加坡馆面积将各扩大2成，还将增设与航天与防务领域创业加速器星耀创投合作的展区，让种子轮和 A 轮深科技初创公司直接对接国际创投、政府机构和商业客户。这其实和新加坡过去打造金融峰会、科技大会、航运展览的逻辑完全一致，通过举办国际平台，把全球资源吸引到新加坡。在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贸易摩擦加剧的今天，全球供应链正遭受严重冲击。像新加坡这样拥有健全监管框架、完善融资体系和中立立场的枢纽，获得的国际合作意愿反而更加强劲。自新加坡国家航天局成立以来，不仅促成了日本与新加坡的太空伙伴关系，还与波兰、加拿大等多国展开了深入的双边太空交流。同时，本地的量子技术中心也在与欧美伙伴紧密合作，推动星际量子通信。在极其敏感的航天领域，一个稳定、中立且高度国际化的平台显得尤为珍贵。未来的太空经济竞争不仅仅是单一国家之间的竞争，更是整套生态体系之间的竞争。谁能够连接更多的技术、资本、人才与市场，谁就能在规则制定与商业变现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从港口到航空，从金融到半导体，再到今天的太空经济，新加坡一直在寻找同一个答案：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占据全球产业链中最关键的位置。它没有选择制造最大的火箭，而是选择成为太空时代的数据处理中心、商业连接平台和创新接口。未来，当越来越多卫星升上天空，真正创造财富的，可能不是发射火箭的那一刻，而是谁能利用这些来自太空的数据，改变地球上的商业世界。而这正是新加坡正在布局的新赛道。看完新加坡的太空经济故事，想问问屏幕前的你，如果让你选择一个领域切入太空经济，你会选择造火箭，还是做数据服务？为什么？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